大家想要说什么说吧。那个啥，吃干抹净卷还没有结束好，我暂时放一张这个。第63章，爸爸妈妈在这里，爸爸，爱爱的鞋鞋脏脏。舒诺奴盼顾爱伊瞧着小红皮鞋上黑黑的泥巴，不高兴地嘟起嘴，他最喜欢漂亮干净了。顾其东看向不远处静静立着的墓碑，不悦地皱起了眉头。爱爱，今天我们是来见谁的？顾其东从顾爱一开始认人开始，就不停地给他看林一的照片，他不希望他们的女儿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。顾爱一小嘴一抿，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哇的一声就哭了。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爸爸绷着一张冷冰冰的脸，好凶的样子，照片里妈妈总是对着他笑，从来都不会凶他的。顾其东叹息，抱起女儿小小的身子，顾爱一趴在爸爸的肩膀上，将眼泪抹在他的黑色西装上。站在墓前，顾其东将顾爱一放下。顾爱一瞧着墓碑上妈妈的照片，他嘟了嘟嘴，这张照片里的妈妈不好看，哼哼，他下次过来要换一张好看的，妈妈一直都是漂漂亮亮的。妈妈，爱爱来看你了，你开不开心啊？顾爱一将花花放在墓前，笑着说道。每次杜柔阿姨来家里看她，总是这么对她说，她也想要问问妈妈，她每次来看妈妈，妈妈开不开心？顾其东深深地望着照片里的人儿，痴痴的。林一抬起头，见爸爸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里的妈妈，他笑笑，爸爸每次看妈妈都好温柔的，就像是陆浩秋叔叔看杜柔阿姨一样。林一，我带女儿来见你，你开心吗？女儿很乖，我也很乖。林一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我很想你。穆清河坐在青青蛋糕店里面，无聊地撑着下巴，呆呆地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路人，叹了口气，哎，这么久没有人来光顾呢。他都开张好几天了，生意凄凉啊。不行，他一定要把这个蛋糕店做好，否则肯定会被穆华笑话的，到时候他就要乖乖地回去当他的保姆，当他的宠物。想到这个，又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在穆清河第5次叹气的时候，终于有一个客人进来，他立马挺着了腰板，礼貌地道：谢谢光临，给我一个慕斯蛋糕。男子十分英俊，是属于那种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那一类。穆清河弯腰给他取出一块慕斯蛋糕，放进包装袋里面，双手递给他。男人抬眸看到穆清河的一张脸，像是见鬼了一样呆住了。先生，您的蛋糕。穆清河不见男子的目光，嘴角抽了抽，他干嘛这样看着他呀？林一，男人颤着声音问道，突然伸手握住他的手。穆清河紧张的想要抽回自己的手，可是男人紧抓着不放，穆清河急得想要哭了。先生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这个男人会不会是变态啊？长得这么帅，是个变态真可惜。林一，我曾经找过你，可是认识你的人告诉我你死了，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。终于，老天让我再一次遇见你了。安逸豪激动地看着穆清河。先生，你认错人啊，我不叫林一，我也不认识什么叫林一，我叫穆清河。穆清河拍打安逸豪的手，退离了几步，提防地看着安逸豪。安逸豪不解地皱起眉头，林一，你怎么了？先生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不叫林一。穆清河有点失去耐心了。你不叫林一？安逸豪迷惑了。对，我不叫林一，我的名字是穆清河。先生，如果你还要蛋糕，付钱后请后转，大门在后面。安逸豪不肯放弃，还是执着地问，你真的不认识我？先生，我确认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你，当然不会认识你。如果你不信，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身份证。穆清河说着，便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自己的第2代身份证递给他。安逸豪皱着眉头，瞧着一眼穆清河，才迟疑地接过他的身份证。他低头看，看清楚了吧？照片上的人是我，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像的2个人？安逸豪瞧着身份证上的照片，又抬头看了一眼穆清河，完全是一样的。他真的是穆清河，不是林一。你真的不是？真的不是。穆清河从安逸豪的手里抽出自己的身份证，
先生，你还要你的慕斯蛋糕吗？安逸豪愣了片刻，说要，谢谢。穆清河将蛋糕递给他，收了钱之后，发现安逸豪还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被一个算得上英俊的男人紧盯着，让女人感觉到虚荣，但是这个男人是个陌生人，穆清河觉得不太舒服。先生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安逸豪回过神，笑了笑，没有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走到门口，他有些不舍地转过头，又看了穆清河一眼，眼里意味不明。哦，欢迎下次光临。穆清河跟他摇摇手，送走一个客人，穆清河重新坐回位置上发呆。爱爱想要一个草莓蛋糕。穆清河听到一个非常稚气的声音，可是他抬头望了一眼，没有看到人影。爱爱要一个草莓蛋糕啊！小孩子的声音有点撒娇委屈的感觉，像是下一刻就会哭出来一样。穆清河干脆离开位置，走出柜台到前面，看到一个小小的女孩，竖着2根长长的辫子，手里拿着一张毛爷爷，蹬着腿使劲的想要攀上柜台。穆清河觉得她好可爱，好喜欢啊！他抱起小女孩看着她，问：宝宝要草莓蛋糕啊？顾爱一眨了眨眼，然后又眨了眨眼，她傻傻地看着穆清河。穆清河糊涂了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他这样瞧着她？他脸上有脏东西吗？妈妈，妈妈！顾爱一忽然抱住穆清河的颈脖，哭喊着。穆清河囧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突然跑出一个孩子，抱着他喊他妈妈，换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顾爱一哭完了，然后抽泣地瞧着穆清河。宝宝，你叫错人了吧？穆清河想要把她放下来，可是他一把女孩放在地上，他就抱着她的大腿哭。没有办法，穆清河只能抱着她。你是妈妈呀，妈妈不认识爱爱，妈妈，我是爱爱。顾爱一笑着说道。穆清河眼角抽搐了一下，爱爱，你爸爸在哪里？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好吗？这孩子不会是很久没看到他妈妈了吧？怎么会认错呢？还是把他送到亲人身边去。好，爸爸见到妈妈会很开心的。顾爱一拍着小手，很高兴地说道。他转头看向橱柜里的蛋糕，舔了舔唇角。妈妈，爱爱想先吃蛋糕。穆清河看他很想吃的样子，他抱着顾爱一走回柜台内，从橱柜里拿出一个草莓蛋糕给他。顾爱一捧着蛋糕，很高兴地吃了起来，吃得满嘴都是奶油，还时不时地瞧着穆清河。妈妈也吃。顾爱一将蛋糕递到穆清河的嘴边。穆清河摇摇头。妈，我不吃，爱爱自己吃。顾爱一见妈妈不吃，就自己吃了，全部吃完之后，还恋恋不舍地看着橱柜。穆清河笑了，他将顾爱一放坐在柜台上，又从橱柜里拿出几块不同口味的蛋糕，包装好之后递给顾爱一，带回家去吃吧。妈妈真好。顾爱一小朋友很开心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铃声响了起来。穆清河低头看向顾爱一，顾爱一笑笑，从自己的领口拉出一根线，一个小手机从他的衣内被他拉了出来。他用小手指点点手机，然后里面传来一个深沉的男声：爱爱，你在哪里？爸爸要生气了。顾其东带着顾爱一去公司上班，结果这小家伙居然跑出完了，一不留神就不见了人影。顾意一嘟嘟嘴，有些委屈地瞪着大眼睛，旁边看着的穆清河觉得好心疼，又觉得他好可爱的。爸爸，爱爱饿了。他憋出这么一句话。然后呢？然后爱爱就来买草莓蛋糕了。顾其东一惊，你跑出公司了？本以为他只会在公司里晃悠，不会出什么大问题，没想到他居然跑出了公司，去买草莓蛋糕。爸爸不用担心，爱爱有妈妈。顾爱一笑看着穆清河。穆清河听到小家伙居然对自己的爸爸说他是他妈妈，他突然觉得有点囧，好似他真的成了这个女孩的妈妈，电话那端男人的妻子。什么妈妈？顾其东一惊，他的女儿虽然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可也不会乱认妈妈，现在怎么会突然说有妈妈？爸爸，妈妈就在我身旁。爱爱急急地解释，怕顾其东不相信他的话。
穆清河在一旁又囧又无奈，对着顾爱一轻轻地说了一声，把手机给他。顾爱一对他完全没有防备，很乖巧地将手机寄给穆清河。你好，我是青青蛋糕店的老板娘，您的女儿正在我的家里，您可以来接她，我的店就在顾氏集团的斜对面。您应该听过顾氏集团这个大公司，我会等您。穆清河清了清嗓子，说完，等待电话那端的声音。顾其东镇住了，他的声音很熟悉，像极了他的声音。他紧握住手机，好，快步离开办公室，往外面走去。会不会是他？穆清河听到一个低哑深沉的声音，然后就被挂断了手机。他看了看手机，将手机交还给顾爱一。爱爱，你爸爸会来接你，你乖乖的等在这里。顾爱一听话地点点头。老板娘，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是谁呀？店里的员工小军送完货回来，见到柜台上坐着的顾爱一，喜欢地揉了揉她的小脸蛋。顾爱一不高兴地打掉小军的手，不能乱摸，只有陆哥哥才能摸。小军哈哈大笑，陆哥哥是谁呀？这个小女孩实在是太有个性了。在一旁的穆清河听了顾爱一的话，也很意外，笑着等待她的回答。陆哥哥就是陆哥哥。小军笑着摸摸他的头，这小家伙的回答真是强悍。看着小女孩的小脸蛋，小军越看越觉得熟悉，然后转头看向一旁在看蛋糕制作书的穆清河，他一拍柜台面。穆清河被他惊得抬起头，皱起眉头看向小军，你发什么疯啊？顾爱一也学着穆清河的样子，拧起眉头，嘟着嘴说，你发什么疯啊？小小稚嫩的声音像是布丁一样的柔和。小军看着他们两个，一大一小，真的非常的像。老板娘，她不会是你的私生女吧？啊？穆清河被小军的问题噎着了，转头看向柜台上的小女孩。顾爱一咬着自己的手指，眨巴眨巴了眼睛，看着穆清河，妈妈，什么是私生女呀？啊？老板娘，她真的是你的女儿啊？小军不可置信地看着穆清河。穆清河一头的黑线，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不是，别听小孩乱讲。爱爱没有乱讲。顾爱一不悦地嘟起自己的小嘴巴，表示自己的不开心。小军糊涂了，可是老板娘长得真的很像这可爱的女孩。小军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小女孩，她爸爸很快就会来接她，你等着。说着，穆清河拿起自己的包就往外面走。顾爱一急得要哭，妈妈要去哪里？爱意也要去。穆清河无奈了，他折回身，轻抓着顾爱一的肩膀说，爱爱乖，我很快就回来了，爱爱乖乖在这里等爸爸。顾爱一还是不高兴，嘟着嘴，一副不乐意的样子。穆清河也不知道怎么哄小孩子，他也没有经验，可是现在他真的要出门了。爱爱，听不听妈妈的话？顾爱一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听妈妈的话，就乖乖坐在这里等爸爸过来。顾爱一虽然还是不太高兴穆清河走，可是妈妈说了要听她的话，她只能点点头。穆清河走出蛋糕店左转，没看到右边一个穿着一身黑色风衣的男子走进了蛋糕店。爸爸！顾爱一看到顾其东进来，欢快地伸出手臂要他抱。顾其东快步上前，将顾爱一抱在怀里，他佯装生气的样子，你怎么可以乱跑？爸爸，爱爱以后不敢了。顾爱一低着头，很委屈地道。爸爸最好了，可是爸爸凶起来的样子很可怕，而且爸爸也很可怜，别人的爸爸都有妈妈，爱爱的爸爸都没有妈妈。不过没关系，妈妈回来了。小军看着面前的男人呆住了，这个男人给人一种稳重成熟的气质，一看去就是一个好男人，而且长得还这么帅。顾其东当然察觉到了小军的注视，他抬眸对他笑了一笑，谢谢你照顾爱爱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你女儿好可爱。小军痴痴地望着顾其东，顾其东不禁皱起了眉头，面前的女人不是跟他通电话的女人。想到之前自己的想法，顾其东心中失笑，他又在乱想了，林一已经离开了他和爱爱的世界，怎么可能会是他呢？那么，再见。顾其东礼貌地道，抱着爱爱就要走。但是顾爱一不同意了，他扭着身子，闹道，
妈妈还没有回来，爱爱要等妈妈。顾其东顿住脚步，沉着脸瞧着爱爱，爱爱缩了缩身子，憋着嘴，一副要哭的样子。爱爱，妈妈不可能会在这里。不，妈妈会这里，妈妈说了，等会就回来了。爱爱蹬着小腿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小军正想要开口解释说老板娘等会就回来，可是顾其东已经抱着爱爱走出了蛋糕店。顾爱爱路上都在闹脾气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可是顾其东就是不理会他，让顾爱一哭到后来都觉得没有兴趣了，憋着小嘴靠在顾其东的肩上。爸爸，最坏了，他要去找妈妈。穆清河从银行取出钱回来，顾爱一已经被他爸爸领走了，小女孩被他爸爸接走了。小军点头，兴奋地说，你都没看到，他爸爸真的很帅气，看上去不过才30岁，整个人特别的有魅力。成熟男人的魅力，你懂吗？穆清河失笑，别在这里犯花痴了，这个给你，这个月的工资。你不是说缺钱花吗？我先将这个月的工资给你。谢谢你，老板娘。小军拿过钱，激动地说，他确实是缺钱了。顾爱一回到家里之后就开始耍脾气，闹着不吃饭，小脾气倔得不知道像谁。真不吃饭？顾其东看着他面前没有动过的饭碗，绷起脸问道。顾爱一睁着大眼睛瞧了一眼顾其东，哼了一声，小手将碗筷一推，推离开自己的面前。不吃，不吃，就是不吃，我要见妈妈。小脾气可倔了。好，今天你不用吃了。顾其东喊了李嫂收拾桌面，拿起一份报纸在沙发上坐下，完全不理会在坐在餐桌前在闹脾气的顾爱一。顾爱一转过头，嘟着一张粉粉的小脸，可怜兮兮地望着顾其东的背影，看了好一会儿，见顾其东都没啥反应，他泄气地爬下椅子，一步一步地走在沙发背后面，然后他缓缓地蹲下身子，沙发旁边放着他从蛋糕店里拿来的蛋糕。他伸出小手探过去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，当他快要成功的时候，蛋糕袋子突然被人扯起。他抬起头一看，顾其东高大的身影站在他的面前。顾爱一扯出一个卡哇伊的笑脸，傻傻的笑，卖萌。顾其东扯起蛋糕袋子，低声问，想吃？顾爱一点头，跟捣蒜似的，蛋糕很好吃，他很想吃啊。刚才不是说不吃吗？木有，木有，那不是爱爱说的。小家伙使劲的摇头，说谎也不知道脸红，这点像某个女人。还闹脾气吗？顾爱一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。顾其东叹气，将顾爱一抱起，他捏了捏他的小脾气，你呀，像谁不好像你妈妈，倔得很，碰上爱吃的马上又变成乖巧的小猫咪。顾爱一嘿嘿的傻笑，对付爸爸要用政策，这个时候就应该乖乖的听话，哈哈，他是乖孩子。吃吧。顾其东让顾爱一坐在他的大腿上，拿出蛋糕让他。饭菜现在也冷了，既然他想要吃蛋糕，就让他吃了。夜深，喧嚣的酒吧，郑子浩盘坐在沙发上，抱着个酒瓶，看着坐在对面闷声不响在喝酒的男人。顾其东，你怎么每个月都要来这么一次，像是女人来例假一样？郑子浩对顾其东有些无语，林一都已经走了3年了，面前这家伙还一直忘不了，每个月都有那么一天跑来酒吧买醉。当年他也没有想到林一就这么走了，太出乎意料了。林一走了之后，顾其东有1个月变得不像自己，整天喝酒买醉，天天醉生梦死，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毅力。要不是最后杜柔将林一的孩子抱给顾其东，让他认清他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一个女儿，他要就去陪林一了。之后，顾其东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颓废下去，承担了一个父亲的责任。他当起了奶爸，对顾爱一极其宠爱。不过现在顾爱一越长大越调皮，顾其东有时候只能绷起脸，这样顾爱一才会听话。顾其东将空瓶子扔在桌上，又拿起一瓶。爱爱今天告诉我她见到妈妈了。顾其东，你别吓人。林一都走了好几年了，顾爱一那小家伙怎么可能会见到他妈妈？子浩，你说林一会不会没有死？也许他还活着，活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。
顾其东低低地说，然后又痴痴地笑了起来，他在笑自己的妄想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不可能不回来找他和女儿。郑子浩看着他满脸的伤痛，也不免有点感伤，他举杯喝了一口，顾其东，忘了吧。顾其东失笑，忘了？他抚上自己的胸口，刻入了心中，你让我怎么忘？难道把心掏出来，扔掉吗？尝试一下忘记，顾其东，你交个女人吧。哪怕只是给爱爱找个后妈，爱爱也是要有人照顾的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很多方面不能顾及到，家里有个女人会更好。郑子浩劝道。顾其东猛喝酒，一语不发。找个女人？林一，你同意吗？其东离开酒吧，走在街上，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像极了林一，他快步跑上前去。可是那个女人坐入了一辆豪车内，主动亲吻了驾驶座上的男人。顾其东正在原地呆呆地望着，他使劲地摇晃了一下头，再次放眼望去的时候，车子已经驶离开了。肯定是他喝醉了，看错眼了，那个女人怎么会是林一呢？林一不可能回去吻别的男人。顾其东靠向路旁的路灯杆子，醉醺醺的，他缓缓地蹲下身子，从口袋里拿出钱包。他痴痴地看着照片上的女人，手指拂过她的脸颊。林一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林一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想的心都疼了。顾其东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颊，任眼泪滑落在手掌上，他忽然像个大男孩，无助地哭了起来。微弱的灯光打在他的身上，添上了一丝悲凉。怎么了？慕华将穆青和耳垂的碎发挽到耳后，低问道。穆青和耳根一红，朝着他笑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后面有什么才会转头去看。看到什么了？慕华轻笑。就一个醉鬼。哦。慕华延长了尾音，原来清河喜欢醉鬼。我才不喜欢醉鬼。穆清河反驳道。慕华将目光投向远处，淡淡的问，那么清河喜欢什么人？穆清河顿时不说话了，他很想说我喜欢你，可是他不知道不可以。慕华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而且他的未婚妻很爱他，他再怎么喜欢慕华，也不能做小三拆散他们。慕华是个清冷的男人，不常笑，对他很温和，但就是这么一个男人，在日日的相处之后，他喜欢上了，却没有勇气说出那句喜欢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喜欢的人。穆清河撒谎道。慕华的脸色僵了僵，眼里闪过一眸光，然后转移话题道，今天中午你吃了什么？说到午餐，穆清河做贼心虚了，今天中午小军吃了泡面，他就也跟着吃了泡面。不回答。慕华挑眉。那个，清河，我只听实话。慕华忽然严肃起来，语气中透着一股逼迫感，让穆清河无处遁形。泡面。穆清河闭上眼，快速地说完，死就死吧。果然，慕华猛地踩了刹车，车子停在路边。穆清河紧闭着眼，不敢睁开眼，他已经可以感觉到慕华强烈的气场和他即将发火的气息。清河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体状况？慕华愤恨地道。这个女人身子那么柔弱，居然敢吃泡面这种垃圾食品。她的身体差的每1月都要去一次医院，好像去医院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。穆清河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不意外瞧见慕华一张温怒的脸庞。不过慕华生气起来还是这么的帅气。穆清河小小的花痴一下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现在最好是乖乖认错，否则绝不会有好果子吃。慕华叹了口气，重新启动车子往家的方向开去，一路上都没有说话。穆清河瘪瘪嘴，都是泡面惹的祸啊，他的慕华都不理会他了。这天晚上，躺在床上的穆清河肚子疼得要死，他翻来翻去，难受的哼哼。好疼啦，他以后再也不会吃泡面，再也不吃了。不要啊，好疼。穆清河伸出手臂去拿床头柜上的手机，不小心将床头柜上的水杯打到了地上，玻璃破碎的声音在卧室内响起。很快，听到声响的慕华推门进来，见穆清河满头的冷汗，心一惊，忙掀开被子将他横抱起，
往外面跑去。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吃泡面。木华坐在穆清河的病床旁，陪着他挂点滴。穆清河自己知道没有理，低着头听木华的教训。木华，我好狠自己的身子啊，很多好吃的我都不能吃。穆清河嘟起嘴难受地道。木华又是气他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又是心疼他。等你的身子养好了，想要吃什么都可以。穆清河抽动了下嘴角，养身子不就是要吃那些苦得要命的中药，他还是不要养身体了。木华自然是看出了穆清河的心理，拍拍他的手道，你这个月的中药我昨天已经拿到家里了，以后每天我都会盯着你吃。穆清河瞬间泄了气，他已经吃了1年的中药了，可是也没见身体有什么好的转变，还要吃，他都成药罐子了。木华，煮中药很麻烦的，不如算了吧。他弱弱地说。休想。好吧，他只有认命了。幼儿园，顾爱一拉着陆家小少爷陆源，蹲在地上玩泥巴，当然玩泥巴的只是顾大小姐。陆源被杜柔教导的像个小绅士一样，不玩泥巴。但是顾爱一想要玩，从小懂得爱护妹妹的陆源觉得她应该陪在她身边。小圆圆，我告诉你，我见到我妈妈了喽。顾爱一抓着一根树杈戳着泥土。你妈妈？陆源从来都没有见过爱爱的妈妈。对呀，我妈妈可漂亮了。陆源点点头，爱爱也很漂亮。当然，我是妈妈的女儿，当然也漂亮。爱爱昂着头，很得意地说道。哈哈哈哈！忽然他们身后传来一阵嘲笑。顾爱一拉着陆源站起身，转身看向嘲笑他的同学，他气愤地指着他的鼻子道：你笑什么？顾爱一，你明明没有妈妈，还说自己见到妈妈了，真是可笑。嘲笑爱爱的女孩骄傲得像个公主似的，嘲讽地看着爱爱。谁说我没有妈妈？我有。爱爱不高兴地朝着他大吼。你撒谎，顾爱一，你撒谎，你不是好孩子。爱爱气得跑上去将那女孩推倒在地，气狠狠地道：我有妈妈，我没有撒谎。摔在地上的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引来了其他小朋友的注视，嘴里还一直说顾爱一撒谎。爱爱也急了，她努力的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，使劲的吸着鼻子，我有妈妈，我有妈妈。陆源上前拉起顾爱一的手就跑，直到跑到一棵大树后面，他才停下来，喘着大气见顾爱一哭得满脸泪水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蓝色的手帕，动作笨拙地给她擦拭眼泪。不哭，不哭了。小圆圆，你相不相信我？我有妈妈的。顾爱一哭红了眼睛，盯着陆源问。陆源点点头，我相信。小圆圆，你最好了，我带你去见妈妈好不好？陆源皱起小脸，可是等会还要上课，我们不能出去的。陆源是个乖小孩子，从来都不会逃课的。我们逃出去，好不好？顾爱一最会扮可怜了，他嘟着小嘴看着陆源。陆源没有办法，只有点点头，说好。于是顾爱一小朋友拉着小绅士陆源钻了狗洞，掏出了幼儿园，站在马路上。顾爱一茫然地张望。现在我们该去哪里？陆源紧拽着顾爱一的小手，免得等会他走掉了，他找不到。顾爱一挠挠自己的头皮，转头看着陆源，小圆圆，你有钱吗？就是上面画着一个老爷爷的纸。顾爱一只认识100元大钞，其他钱他都不认识，他去买东西都不喜欢别人找他钱，应该他不认为其他纸币是可以用的。陆源伸进自己的小西装里面的口袋，摸出一张100元大钞，递给顾爱一，给你。顾爱一拿着100元大钞，欢喜地抱住陆源的脑袋，亲了一下他的脸颊，小圆圆，你真棒。陆源蹭得脸红了，像个熟透了的苹果，非常的可爱。顾爱爱爱点都没有察觉到陆源的脸红，而是拿着100元大钞在马路上摇着手，他要打的。一辆出租车在他们的身旁停下车来，司机探出头来，望了他们2个小朋友。实际上司机还是蛮犹豫的，毕竟是2个小孩子。他问道，小朋友，你们要去哪里？顾爱一直接拉开车门，坐进了后面的车座，紧接着陆源也跟着坐了上去。司机叔叔，
我带钱了，我要去顾氏集团，我去找妈妈。顾爱一扬着手里的钱，露出一个大大的笑。司机被他弄得哭笑不得。好，叔叔送你们去。到了顾氏集团，顾爱一将100元大钞塞给司机，就拉着陆源跑了。陆源跟在他身后。爱爱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找妈妈呀。顾爱一望见路对面的蛋糕店，他拉起陆源就要走。陆源一看不对劲，他拉住他的手不走，这里不能走，我们要走人行道的。顾爱一看了看来来往往的车子，点点头，对，要走人行道，不能被车子撞了，撞了就见不到妈妈了。于是陆源拉着顾爱一通过人行道，走到了街对面。你看，就是那里，我妈妈就在这里。顾爱一指着不远处的蛋糕店，对着陆源道：那我们过去吧。顾爱一点点头，推开门进去，一股浓郁的奶香味飘了出来。顾爱一狠狠地吸了口。小军发现了可爱的顾爱一，忙上前：小可爱，又来买蛋糕啊？哈哈，还带了一个小帅哥，他不会就是你的陆哥哥吧？顾爱一张望了一下蛋糕店，没有看到妈妈，很失望。他对着小军点点头道：对，小圆圆就是我的陆哥哥。姐姐，我妈妈呢？我是来找妈妈的。小军见小可爱叫她姐姐，觉得倍感亲切。小可爱真乖。妈妈？哦，你妈妈在里面做蛋糕，小可爱在这里等着，姐姐去把你妈妈叫出来，好吗？顾爱一听到妈妈在，高兴地点点头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妈妈了。小军进了内厨，见穆清河在打蛋，他笑着说：老板娘，你私生女来找您了。穆清河停住动作，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小军：私生女？对呀，就是昨天在我们店里喊你妈妈的小可爱。爱爱。穆清河放下手里的动作，用毛巾擦了擦自己的手出去，看到爱爱和一个小帅哥面对面坐在蛋糕店里面。爱爱一看到穆清河，就爬下桌子往穆清河跑去，抱着他的大腿，昂着头喊妈妈。穆清河不知所措，只有将他抱起来，小家伙并不重，他还是可以抱得动的。爱爱，怎么又跑来了？爸爸知道吗？这小女孩怎么还喜欢喊她妈妈？顾爱一摇摇头，转头对着小帅哥说：小圆圆，这就是我妈妈，爱爱是有妈妈的。妈妈，你快告诉小圆圆，你是我妈妈，他们都不信爱爱是有妈妈的。顾爱一扭着身子要求穆清河。陆源走到穆清河的面前，很有礼貌地喊阿姨。穆清河点点头，伸手摸摸她的头，笑笑。妈妈，你快说啊。见穆清河没有开口，爱爱再次要求道：原来小女孩是没有妈妈，她是长得像她的妈妈吗？见爱爱睁着大眼睛很期待的样子，穆清河有些不忍。你好，小圆圆，我是爱爱的妈妈。最后还是顺从了顾爱一的要求。爱爱笑得特别的开心，忍不住亲了亲穆清河的脸颊，弄得他满脸的口水。妈妈真好。陆源也跟着爱爱一起笑。结果两个小家伙坐在蛋糕店里吃穆清河亲自做的蛋糕。小圆圆，我妈妈做的蛋糕好好吃。爱爱吃得满嘴都是。陆源非常绅士，一小口一小口的吃，不让奶油沾在脸上。他还伸出手用手帕给爱爱擦拭嘴角。穆清河和小军一起趴在柜台上，看着面前的两个小可爱。哇哇，小帅哥好绅士哦，还给小可爱擦嘴巴。老板娘，他不会就是你的女婿了吧？小军八卦地道。穆清河汗，都跟你说了，爱爱不过是觉得我像他妈妈才叫我妈妈的，我不是他真的妈妈。不是也没关系啊，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儿，当干妈也行啊。穆清河也觉得爱爱好可爱，粉嘟嘟的。这两个小家伙在蛋糕店里吃得很开心，幼儿园的老师急得想要哭了，最后找不到他们两个，只好给他们的父母打电话。顾其东的得知顾爱一在青青蛋糕店之后，就赶了过去。淡淡的阳光照入蛋糕店内，穆清河慵懒地趴在柜台上，瞧着爱爱和小绅士坐在那里玩。顾其东推门进来，就看到顾爱一和陆源，他走过去绷紧了脸，斥喝道：顾爱一。
顾爱一听到爸爸的声音，像是一只小兔子一样被惊跳了一下。爸爸，爸爸，妈妈在那里。顾爱一小手一指，指向柜台。第64章，对不起，我叫穆清河。穆清河正双手撑着脸颊，听到顾爱一喊妈妈，抬眸这才看到顾其东。舒诺奴盼顾其东转头看到穆清河，全身僵住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林一，是林一吗？他的眼神赤裸裸。穆清河被顾其东看得很不舒服，这就是小军说的成熟的魅力男。他怎么觉得还是他家穆华帅气？而且他还这么没有礼貌，用这种眼神看着他。穆清河和柜子前走出来，站在顾其东的面前，谦和的笑笑：“先生，你好。”他这是出于客气。是林一，这是林一的声音。顾其东颤抖着手去抚摸他的脸颊，是热乎的，他是真的。穆清河呆愣地看着眼前的手，脸颊被摸住了，他想要去躲。可是下一刻，他已经被面前的男人紧抱入怀里，他的力气大得似要将他嵌入他的体内。放手！穆清河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，居然被一个男人给非礼了。你快放手！快放手啊！他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顾其东紧紧地抱着穆清河，不停地在他耳边低语：“林一，林一，林一。”这个名字他怎么这么耳熟？上次那个年轻男人也将他误认为他是林一。先生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林一。穆清河拍打着顾其东的背脊。顾其东听到穆清河的话，缓缓地将他放开，可手还是紧紧地抓着他的肩膀。他一双深邃的眼眸紧紧地盯着他，眼里蕴含了各种的情绪。你说你不是林一？穆清河抽动了一下肩膀，可还是挣脱不开顾其东的束缚，他气得瞪向他。是的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林一，我的名字叫做穆清河。穆清河？穆清河点头，对，我叫穆清河，不是你说的林一。怎么会？明明一模一样，这么相似，怎么会不是林一？顾其东细细地看着穆清河面容，看到他眼里全然的陌生，他的心陡地落下来。无法言说的失望丝丝缕缕地蔓延开来。穆清河，他似不信，再次喊了一遍：“这位先生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我的肩膀有点疼。”穆清河看向他搭在他肩膀上的手。顾其东听到他喊疼，立马就放开了他，忙说对不起。穆清河不知道为何，看到面前这个男人失望的表情，他的心不自觉地疼了一下。爸爸，妈妈。爱爱站在他们的身旁叫着。穆清河忍不住又皱起了眉头，顿下身子，和顾爱一面对着面，轻声说道：“爱爱，我不是你的妈妈，你可以喊我清河阿姨。他爸爸都在这里了，这小女孩还喊他妈妈，多不好意思啊。”顾爱一听到穆清河说她不是他妈妈，嘴边嘟起来，立马就流出了眼泪，嘴里一直喊着妈妈妈妈。不要，她好不容易找到妈妈，她要妈妈，爱爱是有妈妈的。穆清河见顾爱一哭了，突然觉得很无措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抬眸看向孩子的爸爸，却见他一直盯着他看，穆清河不禁红了脸。爱爱哭了，他朝着他说道。顾其东见穆清河看着他，眼里有着祈求，要求他去安抚爱意。他勾了勾唇角，伸手将爱爱抱在怀里。小家伙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，埋在爸爸的怀里大哭，还一直喊着爸爸，爱爱要妈妈，要妈妈。顾其东轻轻拍拍他的背，看向一旁挠着头一脸抱歉的穆清河，这么相似，连做的动作都一模一样。清河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顾其东抱歉地道。穆清河听顾其东喊他清河，这么亲昵的称呼，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没事，爱爱很可爱。顾其东对着他点点头，然后抱着爱爱，另一手牵起一直在旁边的陆源，离开了蛋糕店。看着顾其东离去的身影，穆清河不知道为何，忽然心中有种失落感，像是丢失了什么。哎呀，他忘了问他的名字，不过他问他名字有什么用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交集。奇楠，帮我查一个人，我要知道他所有的资料。
顾其东给已经晋升为副市长的顾其南打电话。顾其南很意外，他大哥近年来极少找他帮忙。好，你说谁？穆清河，我明天就要资料。一定办到。穆家的宅子内，穆华站在阳台外面接听手机，说吧。穆少，有人在查清和小姐的资料。穆华轻皱起眉头，让他们去查，将备份的资料给他们的。是。穆华挂掉手机，双手插进口袋里，勾唇冷笑，意味不明。穆清河从浴室里洗完澡出来，看到穆华坐在他的床边，他惊得抓住自己胸前的浴巾，紧张地问：你有事？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穆华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，灰白的烟蔓延而上，遮掩住了他的表情。穆清河看着他抽烟的动作，脑子中忽然跳出另一个身影，同样也是抽着烟。他越是想要去看清那个人的脸，头越是疼，最后干脆放弃，不去想了。你为什么忽然这么问？穆清河不知道该不该把别人错认他的事情告诉穆华，只是问一下而已。哦。穆华低头看到穆清河没穿鞋，一下子阴沉下脸。穆清河顺着他的眼神看去，这才发觉自己没穿鞋，他忙一步并作两步跳上床，然后用被子将自己给裹住。他睁着大眼睛说：我忘记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会感冒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穆华看他怕他骂，躲在被窝里，又是气又是好笑。穆清河知道自己身体弱，动不动就感冒生病，不能乱吃东西，否则会肚子疼。可是穆华也太紧张了，见到他赤脚走在地板上，就会骂他，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子。我看应该在你的房间加一层地毯了，免得你下次又忘了。不用这么麻烦啊。穆华是拿定了主意，不会改变的人，他说要给穆清河的房间里铺一层地毯，就一定会铺。早点睡吧，我走了。穆华转身离开。等等，穆清河喊住他。穆华转头，有事？那个，以后你能不能不要抽烟？至少在我面前不要抽烟，我不喜欢。穆清河轻轻地说，他不好意思向穆华提这种约束他的要求，以为他未必会同意。穆华瞧了瞧手指上的烟，点点头，说好。穆清河看着穆华离开的背影，倒在床上，心里流过一股暖流，很舒心。从一开始，他就知道穆华不是什么善类，他不是善良的人，可是他照顾了他，给了他一个安定的家，他认定他是对他最好的人。他的背景不白，可近1年他在努力洗白，为何为谁，他不知道，但是这是他所喜欢的。安逸豪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跑了青青蛋糕店，他买了一块蛋糕坐在店里，死盯着穆清河看。穆清河被他看得别扭死了，可是也开不了口让他离开，只能忍耐了。老板娘，有一份外卖，而且指定你去送。小军放下电话，对着穆清河说道。什么地方的外卖？还要指定他去送？很近，就在我们对面。你说是顾氏集团？小军点头，这个客人好要求你送到他的办公室，不过他说会给小费。谈到钱，穆清河就心动了。现在他最爱的就是钱，他总是花穆华的钱也不是办法，所以他选择出来挣钱。虽然说这家店的成本是穆华出的，不过店里的事情都是他在忙活。好，我去。钱最重要。小军，那位客人要什么口味的蛋糕？哦，是草莓味的，还有是送去总经理办公室。安逸豪见穆清河要去外卖，就站起身，忙说：我陪你去吧。先生，我并不认识你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交情。穆清河有些冷酷地说道。安逸豪有点无措，只有看着穆清河离去。穆清河带着蛋糕去了顾氏集团，很意外前台小姐居然没有拦住他，而是让他直接坐了高层专用电梯上了总经理办公室所在的楼层。一出电梯，就见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站在外面，他恭敬地对穆清河鞠了一个躬，然后说道：是穆清河小姐吗？穆清河点点头，我是。穆清河小姐，总经理已经等你很久了，您往这边请。
穆清河汗颜，这总经理等的应该是他手里的草莓蛋糕吧？怎么会是等他？忽然间，他有种不太好的感觉。他根本不认识什么总经理这类的人物，这个总经理又这么大肆宣扬的让他过来。走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，男人将门推开，让穆清河进去。穆清河蹲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迈不进去。他一进去就把办公室门给关上了。哎，清河，我要的蛋糕呢？穆清河听到一个不算陌生的声音，猛地转身，就见顾其东双手握拳坐在办公桌前面。是你？顾其东轻笑，很难得清河还记得我，不过见到我不用这么意外吧？穆清河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到这个男人，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，就想这时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是傻傻的笑。顾其东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到穆清河的面前，低头看向他手里紧拿着的袋子。看到我紧张？他轻笑。哪有？穆清河立马否认。顾其东的笑容很温和，淡淡的，却给穆清河一种他并非善类的感觉。穆华是极少笑的，但是他的笑会让人觉得无害。他什么把面前的男人和穆华嘴做比较。回过神，穆清河将手里的袋子提起来，这是你要的草莓蛋糕。我叫顾其东，清河，可以唤我其东。顾其东接过他递来的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块小小的蛋糕，咬了一口，很好吃。清河做的吗？穆清河愣愣地点点头。顾其东这个名字，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突然，一块蛋糕被递到他的面前，他皱起眉头，抬眸看向顾其东，不理解他的举动。这块蛋糕味道有点怪，我觉得你应该尝一口，然后想想改进的方法。顾其东淡淡地道。是吗？穆清河就着顾其东的手，张嘴咬了一口，完全没有发现嘴边的蛋糕是顾其东咬过的。不怪啊。顾其东笑得别有深意，不觉得太甜了吗？确实有点甜。穆清河点点头，又咬了一口品尝。顾其东抬手温柔地抹去他嘴角的奶油，穆清河身子一僵，反应迅速地往后面退了一步，有些局促地说道：那个，顾先生，蛋糕我已经送到了。这个男人怎么可以对他做出这么亲昵的动作？让他意外的是，他居然一点反感的感觉都没有。顾其东看到穆清河逃脱，一脸的惶恐，他的心被狠狠地敲打了一下，一股强烈的疼痛感从心口慢慢地蔓延开来。这么怕我吗？顾其东苦笑。顾其东整一个晚上都在失眠，今早他得到穆清河的资料，他发现他连自欺欺人都做不到了。他不是他要找的人，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他，想要见到他。他见到他了，这张一模一样的脸庞，他想要靠近他，想要温柔地对他，可是他抗拒。他的抗拒是在告诉他，他不是林一，林一从来不会拒绝他的亲昵。心狠狠地疼了，却没有治愈疼痛的药。顾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穆清河见顾其东的脸色变得很差。别叫我顾先生。顾其东忽然对他吼道，他惊了一下，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顾其东深深地望着面前的女人，他的脑子中不断地浮现出林一的各种表情，生气的瞪眼，快乐的大笑。你可以喊我一声其东吗？顾其东要求。顾其东不知怎的，他就是喊不出其东两个字。下一刻，顾其东牢牢地将他抱在怀里，他僵着身子一动不动，他轻轻地蹭了蹭他的脸蛋。林一，你回来了吗？顾其东知道他又在自欺欺人了，可是他真的控制不了，他好想他，好想要抱一抱。林一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把他当作是你，不过放心，他只会是一个替身。顾其东缓缓地放开穆清河，看到穆清河木然傻掉的表情，他轻轻地笑，轻抚他白皙的脸颊。对不起，我失礼了。顾其东推了一步，拉开和穆清河的距离。虏获一个女人的心，要慢慢来，他不能急，否则会把她吓走的。你又把错当成爱爱的妈妈了吗？顾其东淡笑，不，你比爱爱的妈妈更美。穆清河一下子红了脸，他的意思是说他比他的妻子更美，所以他情不自禁抱了她吗？
穆清河在心里敲打着警钟，告诉自己不要花痴了。我送你下去吧。顾其东道。死命盯着一个人，不肯放松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只会让他窒息，你早晚都会失去他。啊？哦，好。穆清河跟在顾其东身后。电梯里，顾其东发现穆清河一直盯着他手里的蛋糕袋子看，他失笑。这些蛋糕要多少钱？穆清河怔怔地看向顾其东，他难道能读懂他心里的想法吗？怎么会知道他一直犹豫着该怎么问他要钱？130。穆清河扯了扯嘴角。顾其东从钱包里拿出200块钱，递到穆清河的手里，谢谢你的蛋糕，我很喜欢。穆清河看了眼手里的眼，这下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了，直接放进口袋里。他今天穿的特别的简单，就一件黄色 T 恤，下面是一条紧身牛仔裤，很休闲的打扮。顾其东将穆清河送到公司门口，直到看着他进了自己的蛋糕店之后，他才转身回去。穆清河见了顾其东之后，总感觉怪怪的，但他的脑袋不容他多想，他一想多，他的头就开始疼。顾其东的别墅，顾其东回到家没看到爱爱在客厅玩，转头问在厨房忙活的李嫂：“小姐呢？”“小姐在卧室里，我也不清楚她在干什么。”顾其东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扔在沙发上，然后直接上楼去了卧室。一推开门，就看到顾爱一坐在卧室的大床上，床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照片，同一个特点是照片上的人都是林一，小家伙一张张的看着，非常的专注。爱爱，怎么了？顾其东坐在床边，轻问道。顾爱一头也不抬，管自己看照片。爱爱。顾爱一缓缓地抬起头，眨巴着眼睛看向他爸爸。说话。顾爱一将林一的照片抱在怀里，委屈地道：“幼儿园的小朋友说爱爱没有妈妈，爱爱真的没有妈妈吗？他好想要见妈妈呀。”顾其东看着顾爱一的样子心酸，他轻轻地抱住女儿的身子，轻轻地拍。他想起了郑子浩的话，一个孩子再怎么乐观，生活再富裕，他也是需要妈妈的照顾。他这3年来是不是太忽略爱爱对妈妈的渴望了？爸爸，清河阿姨为什么不是爱爱的妈妈？顾爱一吊着金豆子，委屈地看着顾其东。爱爱很喜欢清河阿姨。顾其东擦拭掉他眼角的泪水。爱爱点点头，说：“喜欢，很喜欢，我想要清河阿姨当爱爱的妈妈。”好，真的，真的，爸爸，你真好。爱爱又开心地笑了，他想他明天就去找妈妈。顾其东见爱爱这么喜欢穆清河，更加的坚定追求穆清河的决心，他会让穆清河成为爱爱的母亲。穆华家，3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，穆清河闷不哼声地低着头吃着碗里的饭菜，他不想抬头，是不想看到夏果和穆华之间的亲昵。穆华，尝尝这个，我做了很久，尝一下味道如何？夏果将一块红烧肉加入穆华的碗里。穆华凝眉，看着穆清河不夹菜就只吃碗里的饭，心生不悦。他给夏果加了一块红烧肉，别光吃饭。穆清河看着自己碗里的红烧肉，抬起头看了眼穆华，又转看向夏果。夏果嘴角扬着苦涩的笑，他不敢去直视夏果的眼神，忙又低下头吃饭。他真的很不喜欢这种3个人吃饭的感觉，他们明明可以出去吃饭，夏果偏偏嚷着要给穆华展示他的厨艺，所以才在家里吃饭，这样穆清河被迫跟他们同一个餐桌吃饭。清河，你是该多吃点，你看你瘦的。夏果笑道。穆华抬眸看向穆清河，皱起眉头，似乎真的又瘦了，这个女人肯定又不好好吃饭。多吃点。穆华又给穆清河夹了不好的菜。夏果紧握着手里的筷子，忍着妒意，笑道：“穆华，你对你妹妹真好。”夏果故意强调了“你妹妹”这3个字。效果很显然，穆清河听到妹妹这词，脸色就变得不太好看。她并不想当穆华的妹妹，她想要做他的爱人。怎么了？哪里难受？穆华见穆清河脸色有点不太对劲，紧张地道。穆清河摇摇头，挤出一个笑容来，没事。
吃完饭，穆清河就起身回了自己的卧室。卧室门被敲响，进来。穆清河以为是穆华进来了，却不想抬头看到的是夏果。清河，你身子不舒服吗？夏果关切地看着穆清河。穆清河摇头，我的身子向来比较柔弱，动不动就生病。怪不得穆华会这么疼你这个妹妹，他很关心你的。夏果在穆清河的床边坐下。对了，清河，我爸妈已经催我和穆华结婚了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比较好？夏果问他。穆清河听到他们要结婚了，心里升起一丝苦涩，咬了咬唇，说：你们想什么时候就选什么时候。穆清河突然有点生气，这种事情他干嘛要来问他？不过你也知道穆华非常重视他的事业，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忙工作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。穆清河不知道穆华是不是真的爱夏果，但是他知道跟夏果结婚，穆华在工作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。对了，清河，我和穆华结婚之后会买一个新房子，你说我们将房子买在哪里比较好？夏果又问。穆清河觉得有点烦了，你们不买房子也没有关系，可以住在这里。如果你们觉得我在这里不舒服，我会选个日子搬出去。夏果满意的笑笑，他想要听的就是这句话，这样不好吧？穆华不会答应的。我会和他说的。那好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夏果离开了穆清河的卧室。穆清河躺在床上，狠狠地敲打了一下床，气死他了。夏果这个女人明显就是来挑衅的。穆华，不管他有多喜欢他，他都得放弃了吗？从他从病房上醒来，忘记了所有的一切，是他告诉他，他是谁。他也一直以为自己的是穆华的亲妹妹，可是最后发现不是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坦然接受穆华对他的关怀。慢慢的相处之后，他发现他对穆华的情感由兄妹之情变成了男女之情。可是他喜欢他又如何呢？他有了未婚妻，他即将跟他的未婚妻结婚。穆清河这些天很失落，打不起精神。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穆华，他故意避开他，尽量跟他少碰面。刚一抬头，就看到一个小人影拿着一把小花伞，用着吃奶的劲推着门。急忙跑过去，抬眸看了眼外面，发现下雨了。爱爱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面下雨了。他爸爸怎么会放心他下雨天过来？爱爱抬起头望着穆清河，撅了撅嘴，说：爸爸在公司加班。穆清河看向街对面的大楼，想到那个深沉的男人，他不禁抖了下身子。回过神，蹲下身子对着爱爱说道：爱爱，有吃晚饭吗？天色开始暗了下来。爱爱摇摇头，将小花伞放在一旁，拉了拉书本袋子，糯糯地说：爱爱没有吃法，爱爱饿了。穆清河一下子就软了心，将爱爱抱起来，放在座椅上，问道：爱爱想吃什么？他拿出餐巾纸为爱爱擦拭发上的雨滴。爱爱想了一会儿，摇摇头，她也不知道要吃什么。穆清河捏了捏她粉嘟嘟的小脸，笑道：爱爱吃什么好呢？不如我们吃炒饭，好不好？爱爱从来都没有吃过妈妈做的饭菜，她有时会看到其他小朋友带妈妈做的午餐，她每次都很羡慕。好，她大声地说，妈妈做什么，她就吃什么。穆清河笑着拉着爱爱的手走进后面的小厨房，拿了一个小板凳放在一旁，让她坐在小板凳上。爱爱乖乖坐在这里，我做炒饭给你吃哦。穆清河摸摸他的小脑袋，去准备食材。因为他的午餐会在店里解决，所以厨房备了一些食材。他拿出米，又从冰箱里拿出几个蛋，开始做蛋炒饭。爱爱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，从小书包里面拿出画纸和笔，小家伙自娱自乐地开始画画。炒好蛋炒饭，穆清河转头看向爱爱，见他已经画了好一幅画，扬起一个舒心的笑容。这个小孩好可爱，他有种说不出的喜欢，总是想要靠近他。穆清河将爱爱领到餐桌前，将炒饭放在他的面前。爱爱拿起勺子，大口地吃了起来，噗，他吐了出来，伸出舌头皱起脸，小心烫啊！
他刚才正想说的，谁知爱爱这么急着吃。穆清河心疼地摸摸他的脸，递给他一杯水，快喝口水。爱爱嘟着嘴，他的舌头被烫掉了啦。他委屈地看着穆清河。穆清河看着他一副要哭的样子，更加的自责。对不起，爱爱，是我不好。疼，爱爱要吹吹。爱爱吐出舌头。穆清河轻轻地吹了几下，心疼地看着他，他的舌头有点红红的。爱爱要妈妈喂。爱爱忽然要求道，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穆清河。穆清河听到妈妈2个字就僵掉了，爱爱还是改不过来，他心中轻叹了口气。爱爱这么可怜，没有妈妈，他想喊就喊吧。来，张嘴啊！穆清河拿起勺子给爱爱喂饭。这个时候，正好门被推开，穆清河抬头望去，顾其东凛然地站在门口。顾先生。穆清河忙站起身，看向爱爱，爱爱饿了，我炒了炒饭给他吃。顾其东微笑，慢条斯理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上前瞥了一眼桌前的蛋炒饭，又将目光投在他的身上。清河，我也没有吃晚饭。穆清河狐疑地瞅着顾其东，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坐在一旁没有妈妈喂饭的顾爱一，干脆自己拿起勺子吃，小口咀嚼着，抬起头望着穆清河。妈妈真笨，爸爸的意思是让妈妈做饭给爸爸吃。啊！穆清河惊呼。顾其东不置可否，嘴角上扬，淡淡的笑着，看着穆清河的目光温柔。穆清河心微微一颤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清河，麻烦你了。顾其东让穆清河再不能拒绝。穆清河摸了摸鼻子，点点头，好吧，那就做一回好人吧。顾其东瞧着穆清河走进厨房的背影，心越发的软，这个女人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他。天色昏暗，蛋糕店里却透着一股别样的温馨。顾其东走到厨房门口，轻轻倚靠着门板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看着在厨房忙活的女人。穆清河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强烈的目光注视着他，他转头一看，心一震，有点被吓到了。他拍拍自己的胸口，顾先生怎么会在这里？只是想看看清河给我做什么好吃的。顾其东淡淡地道，走到他的身侧，看着锅里和爱爱一样的蛋炒饭，不禁一笑。你笑什么？穆清河不解地问。很期待，所以笑了。穆清河瞪了他一眼，这男人明显睁眼说瞎话，看不起他的蛋炒饭就看不起吗？说这么期待。想他这种大人物，肯定吃惯了美味佳肴，会看得起他的蛋炒饭才怪。穆清河不去理会站在一旁的顾其东，不停地翻炒。小小的厨房，站在2个人，明明什么交流都没有，却让人倍感温馨。穆清河有种错觉，感觉他们2个恋人一起在厨房做饭。他摇了摇自己的头，告诉自己别乱想。吃吧。穆清河将蛋炒饭放在餐桌上，又添了一句小心烫。顾其东坐在爱爱和穆清河的对面，看着面前的一大一小的2个女人，他出现了幻觉，似乎林一没有离开他们一家3口坐在一起吃饭。怎么还不吃？穆清河问，这个男人总是用这种眼神看着他，让他不舒服。爸爸，吃饭。爱爱勺了一小口放进嘴里，慢慢的吃。顾其东尝了一口，点头道，味道很好。穆清河得意的一笑，要一块蛋糕。有客人进来。穆清河忙去招呼客人，客人看着餐桌前坐着的一大一小，笑着对穆清河说，你老公和你女儿真可爱。说完拿着蛋糕就走了。穆清河愣在那里，嘴角抽了抽，看向顾其东和爱爱，他们2个面对着面坐着，吃着他做的蛋炒饭，动作一致。吃完了，你负责洗碗。穆清河对着顾其东道，他觉得自己疯了，给2个自己并不熟的人做饭，还被误以为是那个人的老婆。爸爸，我帮你一起洗。爱爱很孝顺地说道。然后结果就是父女并排站在水池前面洗完，爱爱站在小板凳上努力地伸着自己的小手。穆清河笑看着这幅情形，觉得他们父女真有爱，好温馨的。碗已经洗好了。顾其东拉着爱爱走到穆清河的面前。
妈妈，我们要回家了。爱爱紧跟着说了一句。穆清河点点头，顺势摸摸爱爱的头，好啊。这么晚了，你还不打烊吗？顾其东皱着眉问。还早。晚上一个人回家。